你不是不愿意离开家吗？朕偏让你出个差。来人，你只封纪晓岚为两江巡抚，领浙江事，不是同何大人同往。乾隆为了敲山震虎，特意来军机处调取了浙江的所有奏折。很快，浙江巡抚卢卓就收到了这个消息，于是急忙吩咐下人收拾东西，准备逃命。幸亏和珅及时赶来，阻止了他的荒唐行为。和珅让他稳住，别慌，说万岁也只不过是掉个折子而已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这么大的国家，哪天不出点事呢？做官就不要怕事，出了事给他铲平了，结了。可卢卓却觉得被万岁爷盯上的事情不是轻易能够铲平的。和珅见状，只好教导他做官的道理。皇上想要把事情搞清楚，就必须安排人去调查，而这个办事的人才是事情的关键。他就像染房的掌柜，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。再说一句打不敬的话，皇上啊，即便全看清楚了，还得装着点糊涂，否则这江山他可就坐不住了。叫朝廷就得有你我这样的官儿。然而卢卓还是有些担心，表示那个染房要是纪晓岚开的，那就完蛋了。可和珅却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，因为他早就安排了一个女子去对付纪晓岚。原来自从老纪替张了了赎身后，就每天跟在他屁股后面转悠。为了博取美人的芳心，纪晓岚不仅厚着脸皮和对方学唱戏，就连他最喜欢的大烟袋都给戒了。这下算是彻底打翻了家里的醋坛子。小月和丫鬟气得连饭都不愿给纪晓岚做了。两人在街上闲逛时，刚好遇到了吃着臭豆腐的乾隆。小月于是把心里的委屈全都倾诉了出来，还请求干哥哥替他做主，非要皇上给纪晓岚指派一个出差的任务。正好乾隆也准备派人去浙江调查一番，于是便顺水推舟答应了小月的请求。与此同时，和珅也来到草堂打探消息，他见院内空无一人，不禁感到十分奇怪。人是不是都死光了？嘘，瞎说什么？这话老爷我说，你不要乱说。和珅一进门就看见纪晓岚和那位女子搂作一团，于是急忙遮住自己的眼睛，向两人道歉，说自己来的真不是时候，打扰了你们的雅兴。嘲笑完老纪后，和珅终于说起了正事，询问他是不是被皇上点了出差浙江的事情。纪晓岚为了麻痹和珅，当即表示自己最近正和张小姐学习昆腔，实在是脱不开身。第二天一上朝，乾隆就以视察苏杭是否丰收为由，询问众人有谁愿意去一趟。文武百官们听后是鸦雀无声。和珅见状，立马主动请缨。好啊，终于有应的了。和爱卿果然是心中耳历代，是朕的重臣。乾隆当即委任和珅为两江总督，带他巡查浙江。可他却对纪晓岚的装聋作哑很是不满，于是便出言讽刺于他。有些人呢，平日里老是说兴邦救国的话，真到了有事儿的时候就踟蹰不前了。哪料纪晓岚听后还是无动于衷，这副模样不禁让乾隆更加的气愤。纪爱卿今天好像没什么精气神啊！纪晓岚忙说自己最近正熬夜学习昆曲，所以才在上朝时犯困。而他这番话又遭到了乾隆的一顿怒斥。纪晓岚呐，你今天上朝不仅萎靡，而且对朕的苦心没有一丝的领会，你这是不忠不敬啊！卢卓跟和珅在一旁幸灾乐祸，而纪晓岚则是辩解称自己不是不想去浙江，实在是因为家里有事脱不开身。大胆！你上次夜闯南书房说了一通家事，朕没怪你，现在又跑到这儿来说家事了，难道朕的国事就不大吗？乾隆怒斥纪晓岚整天把家事拿到朝堂上来说，心里没有一点国家大事。纪晓岚听后一边打着哈欠，一边向皇上请罪。乾隆也知道纪晓岚的家事就是和那位女演员卿卿我我，可是为了给他留点面子，便没有当场捅破，只是趁机对他做出了处罚。你不是不愿意离开家吗？朕偏让你出个差。乾隆当即封纪晓岚为两江巡抚，总领浙江的一切事务，还让卢卓回去述职，跟着和珅、纪晓岚一同前往。这可把两人给搞懵了。下朝后，纪晓岚又追着和珅大喊大叫，还装模作样的向他抱怨起乾隆。哪有这样的？人家里有事儿，非得让人出差的，这是皇上有点不体恤朝臣了。你也知道，我是最不愿意跟你一块儿出门的。你看这还非得让我，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出门啊？什么话？而惊慌失措的卢卓则是请和珅吃饭。他越想越觉得乾隆跟纪晓岚是在朝堂上唱双簧，表面上看似不愿意去，可实际上却是演戏给咱俩看的。君臣之间哪有不演戏的呀？拿我来说吧，今儿我主动请缨，肯定有人说我是演戏，尽管去演，关键看谁演得好。和珅让卢卓把心放回到肚子里，因为他早就想到了对策去阻止纪晓岚出差，而他所谓的办法就在那位媒婆的身上。那么和珅这次能否如愿呢？